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做一个温暖的厨师。今天我们就用这2根铁棍山药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养生的做法，常吃身体好，尤其是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吃一些。首先我们用削皮刀把山药皮去掉，在削皮的时候需要注意，一定要戴上手套，因为山药粘液里含有植物碱和皂角素，接触皮肤会产生瘙痒感，敏感肌还可能红肿，戴手套能直接隔离刺激。山药去皮之后放至菜板上，给它切成厚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把它放入锅中，水开后将它蒸熟。趁蒸山药的时间，碗中放入一把红枣，适量的清水，把它们抓拌均匀，简单的清洗一下，把上面的杂质和灰尘清洗掉就可以。再用剪刀把红枣肉剪下来。红枣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，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族等，对维持身体正常代谢有帮助。与山药搭配，能中和山药的清淡，增添香甜口感，还能补气养血。剪好之后先放一边备用。做养生汤当然少不了生姜，一块洗净的生姜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备用。这个山药就已经蒸好了，将它取出来倒入大碗中，加点食盐，用擀面杖给它捣成山药泥。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，富含粘液蛋白、淀粉酶、多种氨基酸及钙、铁、锌等矿物质，其中粘液蛋白能保护胃肠道黏膜，减少刺激，淀粉酶则助力淀粉消化吸收，中医认为它健脾养胃、生津益肺，日常食用不仅温和滋补，还能增强体质，对女性气色调理也很友好。尽量捣得碎一些，越细腻越好，像这样没有颗粒状就可以了。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糯米粉，糯米粉的多少根据山药泥的稀稠程度来定，如果是稀就多加一点，如果是稠就少加一点。继续抓拌均匀，下手把它揉成面团。最后揉成这种偏软一点的面团就行，然后揪一小团，搓成圆球，大小可以随自己喜欢，蛋黄大小、乒乓球大小，或者是汤圆大小都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阿健每天分享简单易学的家常菜和生活小技巧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还不错，那就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，给阿健点个赞，或者评论转发出去。你的每一次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。全部做好之后，给它装入盘中。接下来准备一口砂锅，锅中加入多些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水开后，把山药丸子一个一个放进去，
定型以后再推动，防止粘在一起。扣上盖子煮3分钟。补至丸子漂浮起来，我们的山药丸子就已经熟透啦。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，而且全部漂浮起来。我们再把切好的姜丝下锅，少量红糖，要是喜欢吃甜一点的，可以多加一点。往里面加入1大勺的酒酿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可以多加一点。红枣也加进来。这时候可以转小火，扣盖焖煮3分钟。哇，开盖的一瞬间，酒香飘溢，像这样轻轻的推动，防止粘锅底。最后把枸杞倒进去，淋入少许水淀粉勾芡。酒酿是一种拥有酸甜口味、营养极其丰富的食材，富含碳水化合物、B 族维生素及有机酸，能增进食欲，促进血液循环。与山药搭配，滋补又不油腻。煮酒酿的时间不宜过长，这样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。像这样就可以出锅啦，非常好吃的山药丸子酒酿汤就做好啦。吃起来营养丰富，特别适合空调房久待、脾胃虚弱的朋友。清晨的时候来上一碗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心里。山药丸子吸饱了酒酿的酸甜汤汁，入口软糯 Q 弹，带着淡淡的米香和红枣甜，鸡蛋滑嫩，枸杞点缀其间，每一口都温润滋补，好吃又不腻。煮熟后过凉，放入冰箱冷冻保存着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加热一下，蒸着吃，煮着吃，或者搭配其他汤品都可以。如果平时工作忙，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家、孩子，做饭不方便，都可以试一下，做法简单又养生。学会的朋友赶紧做起来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视频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，8颗牙齿晒太阳。